抽完脂以后，尤其是前面大概1个月的时候，千万不要大吃大喝。做完头1个月大吃大喝是最容易复胖，因为你的身体这个时候发出一个讯号 ，I'm hungry， 问了，还有它御寒的皮带变薄了，还有它抵抗外来空气的皮变薄了。你那些抽掉的地方，赶快就啪啪啪啪把这些能量就吸收进来，重新制造出脂肪。一个只会话术的诊所，不能给你有效的治疗；一个不愿录影的医生，不能承诺手术的真实。记得，没效的才是最贵。想做要找真专业。我很胖，想瘦身，听说抽脂是不用运动就可以瘦啦。这是一个缪斯跟大家讲一件事，很多人都以为说，我抽完以后，我是不是体重可以少很多？对不起，就算你今天抽了1万啊，当然我们正常人是不会去抽1万的。你今天抽了1万毫升好了，你体重是不可能减10公斤的，因为油脂肪它很轻。一大坨脂肪，它的重量就只有几克，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很多人都以为抽脂就等于瘦身。不是，抽脂是塑身，以前都叫抽脂，现在我们因为更先进的抽脂技术，还有这个超音波，所以我们已经把抽脂演变成叫做体雕，就是身体的雕塑。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技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做到腰线，你的曲线想要更明显，我们雕得出来，或者是你的这个大腿，你甚至要有一种运动员的那种健美感，我们雕得出来。你希望有马甲线你希望有一点腹肌不要太夸张的你要做这种自然感的，我们雕得出来。问题是雕到这样，你体重不会明显下降，所以塑身体雕抽脂并不等于减重。不过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一个缪斯，的确有研究发现，抽完脂以后，对一些人他的高血压或是血脂的确有改善。其实我觉得抽脂只要医师懂方法对，某个程度上我觉得它对健康是有帮助的。抽完脂复胖几率很低，所以我可以继续大吃大喝。好，我跟大家讲，这也是一个不对的观念。抽完脂以后，尤其是前面大概1个月的时候，千万不要大吃大喝。做完头1个月大吃大喝是最容易复胖，因为你的身体这个时候发出一个讯号 ，I'm hungry， 问了，还有它御寒的皮带变薄了，还有它抵抗外来空气的皮变薄了。你这个时候能量一进来，对，它就本来你那些抽掉的地方，赶快就啪啪啪啪把这些能量就吸收进来，重新制造出脂肪。抽不够可以再抽第2次、第3次吗？最多可以抽几次？其实是这样的，你抽比较多的时候，后面会比较不好抽。但是如果你抽不够，或是你有复胖，是可以再抽的。大部分就是小范围抽个7、8次、8、9次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大范围的抽脂班3、4次、4、5次，如果你搭配一些工具，都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现在有一个很好用，就是我刚刚说的超音波。超音波可以把这些纤维化或者把这些硬化组织呢，比较容易把它分离开来。所以搭配超音波，其实你做过的话，其实还是蛮好做的。那抽脂完过后皮会不会变松？好，身体的皮下脂肪也有分浅层跟深层。深层的皮下脂肪抽太多，它可能会松；可是浅层的皮下脂肪抽的时候，越靠近真皮抽的时候，它反而会变得比较紧、比较硬。我们常常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在抽脂的时候，故意腹肌这个地方抽得非常浅，抽到皮下。它一开始局部摸起来会硬硬的，后面慢慢变得越来越自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会变得是很紧的一个部分贴在腹肌上面，就是造成马甲线。所以在抽脂的时候，我们会运用一些技巧，在某些部位会故意抽得比较浅，让它收紧。那抽浅层这个地方，它需要技术跟经验，你没有抽很容易凹凸不平。还可以搭配一些仪器的使用，像搭配超音波的时候，这样再去容易变的时候，它比较不会有橘皮，而且它术后皮会比较紧。再来就是术后，像我们诊所会搭配 Sweet Mask， 它可以协助提雕跟减肤的仪器。对于一些皮肤比较松的人，这样一起用的话，就会大幅改善这个状况。抽脂是永久的吗？好问题，基本上如果你的体重没有什么大幅度的变化，它的确可以维持非常的久。如果你抽完脂继续大吃大喝，对不起，脂肪是有可能会再生的。抽腿一次可以达到效果吗？可以啊，大部分的人一次就可以达到效果。不过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件事，第一个，如果你腿本来是非常粗的，如果一下子噗会松掉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分成，就是先抽前面再抽后面，给它一点时间让它慢慢收紧。
再做第2次，这样它之后就不会一下皮太松，这是第一个状况。第二个状况就是说，当然我们可以一起抽，可是有时候如果本来你脂肪太多，我们这样抽很多的时候，影响到淋巴的引流，它肿的时间会比较久，因为分2次，比如第一次先做后面，或者是先做前面，好，然后隔一阵子后再做另外一半，那基本上隔天上班没有什么问题，当然走路会慢一点，不可能像平常那样跑跑跳跳，但是还是可以正常的工作。再者是因为他只做了一半，他另外一半还可以有正常的排水、淋巴排除这些废物的功能，所以它肿会消得比较快。我讲这些意思是说，基本上你要一次做完是可以的。啊，但是对于有些人而言，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讲的，本来太胖，或者是你想要缩短恢复期，或者是你想要可以快一点回到工作岗位，你可以把它分次做，这样也是可以的。不好，就要来打破喽！好，来喽！好，谢谢大家，拜拜。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资讯分享给你的朋友。我相信可以给大家很多正确的一些概念。好啊，如果你分享给朋友，你跟我们说，我们的小编会在线上把我的一本电子书分享给你哦。那这本书里面写了很多的关于微整形一些解剖的一些概念，我相信对大家在爱美的过程中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今天就到这里喽，拜拜。因为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哦。